我觉得秋瑾，实际上我觉得她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其实民国女性里头有好多也是巾帼英雄啊，又是什么这个商业奇才啊，一会儿又是什么最早的这个办女学的呀。但是呢，她们是一种就是让女人很佩服的这样的人。但是秋瑾呢，是连男人都会佩服的人。她出生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她生性就很豪爽。少女的时候呢，常常写诗，用花木兰、秦良玉来自比。21岁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湘潭的王廷钧结婚，婚姻生活是很苦闷的。她有了男女平等思想之后，呼吁女权。29岁东渡日本留学，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回国之后，和徐锡麟准备起义，起义失败，她被捕牺牲，当时只有32岁。她有2重身份，一个是女权主义者，搞女权运动的；另外一个呢，她是一个革命者。等于说，当时就是所有那些男人都不敢参加的，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她做了。我觉得这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后来做妇女研究啊，做了很多关于性别不平等啊，这个妇女地位啊，这种调查和写作，就是在秋瑾所开创的事业上头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跟她的成长环境还是有关。最早的时候，她有学过好多女孩干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她有个亲戚会武术啊，她想学的话，她父亲就没阻拦她。她有了知识以后，是吧？她接触了世界上各地的，比如说西欧的那些信息，是吧？当时在欧洲就发生了第一次女权运动，要求女人有那个投票权、财产权呐，各种各样的这个女权运动的诉求。秋瑾的婚姻还是那种传统婚姻，她出嫁以后也就是生儿育女啊，相夫教子啊，甚至她还被丈夫打过。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一个女权先锋，然后在家里相夫教子，然后被丈夫打什么的？她第一次穿男装是她去戏园子，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的什么做好了菜，然后等这个丈夫，这个丈夫一直没回来，然后她一气之下就跑到戏园子去自己去看戏。过去就是一般的大家闺秀哈，都是听堂会的，人家跑到你们家去唱，她是等于说开了中国女性去戏园子的这种先河。你看她生了一儿一女啊，在那个婚姻里头待了8、9年。从她丈夫家出来以后，很多的场合她都穿男装。她去骑马，她干男人所有的事儿。她甚至说过：“生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我进不了男人的这个队列，但是呢，我的心比男人还酷烈。”但她明显她不是跨性别，她不是这个异装癖。她的重心在于她要像个男的那样出入公共场合，或者说她要穿上男装来彰显女权。她的挑战已经就是冲着这个整个就是婚姻去了。比如说她在这个日本留学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留学生带着2个妾，然后呢她就看不惯，她把她这2个妾都分别的给可以说叫教唆的或者拉拢，其中有一个就参加革命了，后来反正都离开了那个男的，都独立了。在她做大通学堂的时候吧，有一个女的也是被一个土豪给抢去当老婆啊，然后呢她就带着枪假扮伴娘进去，把她也给解救出来了，然后把那个恐吓了一顿。她做过不止一件这样的事情吧。再有一个，她是革命家。秋瑾是在绍兴就义的，
秋瑾当时也是可以跑的。这个徐锡麟刺杀这个事儿出来以后，他是跟徐锡麟是不同的分部，是吧？他就面临危险呀，有人劝他跑，他为什么不跑呢？我觉得他是有故意的，就是说像谭嗣同那样，如果中国的革命需要流血的话，我就是那流血的人。这种英雄气概真是特别的动人。对于他的死呢，其实人们会一方面就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敬佩，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那种特别深刻的悲哀。就像鲁迅那个小说的《药》那里头那个主角叫夏瑜，跟秋瑾好像暗合，革命的战士在那儿流血牺牲，然后旁边那种愚昧的群众还在想着说我拿一个馒头来蘸一下血，然后给我家孩子治那肺病，简直是就是要不然鲁迅怎么这么厉害呢？他太深刻了，是一个传统的女性还是一个现代的女性，区别不在于她比如说历史上是不是留了名儿，比如说李清照什么什么柳如是她有很好的这个诗词慈禧太后还是真正的一把手，但是要跟男人平等这个概念恐怕还没有在他们脑子里出现。所以我就是说她是中国第一位现代女性，其他的女人还都在沉睡，然后她醒来了，就是从她开始中国有了女权运动。实际上咱们的社会现在男权的色彩还是挺重的。就是上次我记得有一人问我，李老师，如果有一个人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先锋了，你会啥感觉呀？我说那我很高兴啊，如果我要是不是先锋了，就证明咱们社会进步了。